在美国西海岸最高的居民楼里租房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从旧金山搬家到西雅图，搬之前看了7、8个出租房，终于找到了这个符合当时各种要求的公寓。住了2年，慢慢把它打造成了家的样子。这次搬家租房的心愿之一是要有煤气灶，并不特别热爱做饭，但是喜欢炉灶间透的火光给一个家带来的温暖。在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日常喝咖啡突然变成了艰难的事儿。于是下狠心买了咖啡机，并把练习拉花的机会全部大方地让给了便当君，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家用咖啡师。紫薯华夫饼新鲜出炉啦！搬到西雅图以后，很想念蓝瓶子咖啡的比利时华夫，于是买了可以直接在煤气灶上烤的饼铛，自己在家炮制。今天用的是更省事的超市调料，味道也很不错。卧室的主要功能是休息，空间不需要很大，能放下一张舒服的床就好。选择了式样简单的浅色家具，研究家具的摆放时，发现西方的原则和中国的风水有很多相似的规矩，镜子不要对着床，而床不要对着门之类的。租房心愿之2，最好有个小小的衣帽间，能把各种衣物配饰分区收纳，一目了然。这个自带的衣帽间，除了没有合适的地方放穿衣镜以外，基本符合我的要求。搬过很多次家，第一次添加了梳妆台，既没有化妆技术，又很懒惰。隔离霜、眼线，用口红代替了腮红，草草了事儿。我喜欢收集有意思的配饰，尤其喜欢耳环和戒指。今天朋友要办杯面主题的生日聚会，挑一对之前在香港买的冻奶茶耳坠 ，OOTD 完成。这个公寓在一座比较新的高楼里，气氛稍微有些冰冷，于是开始添加一些容易养的观叶植物，让它们为室内增加色彩和温度。谁知道越养越多，浇水施肥，长高了要打支架，长大了要分盆换盆，出现问题诊断治疗，有时候周末大半天的时间都用来照顾花花草草。这些植物大部分从幼苗养起，虽然有点费事儿，但很有满足感，为它们长出的新芽而开心。看龟背竹从还没有巴掌大的 baby leaf 长成有透光孔的大叶子，看藤蔓慢慢垂下书架，用他们的方式为在这所房子里度过的时光留下印记。搬到这里以后，我第一次认真地想该放置什么样的家具，该怎样装饰家里的空间。客厅的主角是这张弧形的沙发。说起这张沙发，我在当时旧金山住所附近的一个家具店里对它一见钟情，决定搬到西雅图之后，我在第一时间就定下了它。个人觉得家具不需要成套买，但是要注意材质和颜色上的和谐。这张沙发和我原有的中古座椅颜色很搭，之后我又根据它的颜色和形状买了和它相配的圆形做旧地毯。增添新家具时都会考虑一下和环境的适配度。客厅的电钢琴可能是房子里跟随我时间最长的物件儿，从毕业至今它跟我搬了4次家。虽然弹它的时间少得可怜，但我很感激在有心情弹琴的时候有它忠诚的陪伴。不弹的时候它也是养眼的置物架。这个房子的屋顶很高，利用它的高度放了9个相框，请摄影爱好者便当君放上他满意的作品，主题是我们俩一起看过的风景。疫情之后，我一直在家工作，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放了一个书桌和一个书架，作为工作专用的空间，尽量与生活空间划清界限。每天对着电脑开几个小时视频会议，腰酸背痛，才意识到人体工学的重要。换了升降桌、鼠标，尽量不翘二郎腿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一张适合放在客厅的高颜值工作椅。一些班味浓重的书籍和电子产品也会集中放在这里，不去破坏家里其他地方的轻松休闲的氛围。虽然在家吃饭居多，但很少有精力做饭，经常点外卖。
也许因为旅行的时候喜欢收集各种好看的餐具，对于摆盘很有执念，吃个超市买的紫菜卷也要附上热茶，放在漂亮的盘子里吃。这也许会被别人认为姿势大于实际，但对我而言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小确幸。傍晚是房子里最美的时刻，夕阳在普吉特湾缓缓落下。四季落日的时间和角度大有不同，夏季晚上9、10点钟，落日余晖仍然照亮天空，而冬天下午4点天就全黑了。拍这条片子的时候是秋天，落日大约在7点，正是晚饭时间。租房心愿之3是家里有洗衣机和烘干机。离开北京的家以后，住过的公寓全部都需要去楼里的公共洗衣房洗衣服，赶上人多的时候还会白跑一趟，因为没有机器空出来。因而现在非常珍惜随时能洗衣服的幸福。洗衣间作为一个完全功能性的空间，除了洗衣服之外，还用来收纳家里的所有清洁用品。家里有一个空间和其他地方氛围完全不同，这就是便当君的空间。租房心愿之4就是和伴侣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和洗手间，房间乱了就关上门，有些边界感对亲密关系的健康实在太重要了。租房心愿之5是有单独的浴缸和淋浴间，实现泡澡自由。在所有的空间里，我最不能妥协的地方就是卫生间。我需要有足够大的抽屉来按照功能收纳各种护肤品。记得有个笑话说，女性卫生间里平均有337个物品，而男性能辨认出的不超过其中20个。年初因为好奇清点了一下自己卫生间的东西，虽然没有夸张到300件，也有173件之多。小时候饱受北京可怕的公厕之苦，导致我患上了强烈的上厕所焦虑症。租房或者住酒店，房间可以简单，但卫生间不能够将就。最理想的状态是干湿分离，这里虽然没有实现，但好在空间够大，浴缸离马桶够远，也合格。有朋友来家里玩过以后说，卫生间这么大，占了很多卧室的空间，似乎不值。但对我来说，卧室的功能仅限于睡觉，小一些更加温馨简单。衣帽间和卫生间的功能性更强，所以需要更大的空间。家是承载我审美的空间，是出发和回来的地方。我希望它能与现在的我灵魂契合，努力找到适合的骨架，在细节上把它打造成我想要的样子。而我认为家和是否拥有房产证没有任何关系。人生在世，短暂渺小，谁不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呢？与其太过注重所谓的拥有，不如花心血，让在这世界上度过的时间更加愉悦，更有质量。晚安喽。当它没有发生过。